老张这啥玩意儿啊？好东西，山寨之王，号称平替版好像啊。Mac Studio。对呀、能平替吗？那得试试 F60G，最高支持14代英特尔处理器，同时兼容13代和12代。我选的这个是 RX 6600M8G， 这是能黑苹果的最强的移动版处理器。它这个移动版就是台式版的一个降频版，然后自己可以装 DDR5 内存，笔记本的还是笔记本内存，然后2条 PCIe 4的这个通道，然后还可以自己换无线模块，2个 HDMI， 2个 DP， 还有一个 Type C， 然后还有 2.5G 网卡，还是2个。这是准系统吗？这是准系统，对，这是世界现在最贵的，市面上最贵的准系统。这我给它配的配件 ，CPU 咱多的是，你随便挑一个就完了，4TB， 国产，智泰颗粒光威。你现在多少钱啊？4T 的？4TB 1399，然后那不是最牛的，这是最牛的，这是啥？你看，我靠 ，DDR5 笔记本版，看到没有？看到了。然后单条48G，然后双通道96G，然后你这不秒杀太残暴了 Mac Studio 吗？我操，这好像被人开过箱啊，是不是？太小，你看上面都有指纹是吧？感觉。对呀、这倒是机器倒是新的，崭新的。我靠，这还有，这是污渍。透明胶。哎呦我天哪！后部的接口，我靠，这就是一个铁皮挡板啊！你说你们用成一样的是吧？这不，它这明显是可以让你自己贴的。有个挡板条可以贴上去，2个 2.5G， 冰冰凉啊！底下这做工还可以，底下全是孔，但是这个。你看这个塑料的这个开模做的，天哪，跟我3D 打印的是一个水平的，你看到没有？这儿又是一层，你看，这中间还有个落差，你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好吧，还是照片好看，照片好看，这是奔现失败说明书，这是变压器头，相变硅纸片，这是几组线。哎，你看嘛，我就说嘛，它有一个这个挡板，证明它是新的呀，对吧？人家没用过，这体验也太差了，是吧？这就自己贴上去，然后这还多给了一个相面硅纸片，它是双 SSD， 那理论上咱可以装8T， 准备少了。变压器20伏16.5安，那就是330瓦，330瓦氮化镓，不算太大，还行。你看它的尺寸。7940X 的明矾，这是之前我玩的这个阿亚尼欧，然后这是跟它本家比，你看，这是 Mac mini， 宽度它比它小，所以它比 Mac Studio 要小，但是它厚得多。还有这按键，我靠，这也太廉价了，看着。这个是我选的 CPU 啊，这台机器最大的 TDP 是100瓦。所以给它太好的处理器，它也无法释放性能。这个 i5-12490F 中国市场特供版，现在可能只要800块钱就可以搞定。6大核12线程3G 赫基础频率，睿频最高4.6G 赫，基础功耗65瓦，睿频功耗117瓦，略微超出100瓦 TDP 的封印，算是最高性价比来配合这个机器的处理器了。你这准系统花了多少钱啊？花了3499。我操 ！B760 主板值600，660值1300，你这没有 CPU 内存的准系统3499。那不还有壳子和电源呢吗？大冤种！别，留点面子啊！咱们正式开始 Mac Studio 改造计划。我的目标很简单，性能超越低配 Mac Studio。要知道啊，最低配的 Mac Studio 也要16000多块钱的。接下来咱们就要开始拆机安装了，完全没难度啊。这散热给的吧也算良心啊，4热管双风扇12490F。
搞定。配置安装苹果系统，这个都轻车熟路了。我留了2TB 给 Windows， 这机器呢就可以无损支持 Windows 11和 macOS Sonoma， 一切就绪。咱们插电开机，秒杀！我用的 Type-C 一线连显示器啊，这是5K 的屏幕。我进系统给大家看一下系统信息啊。好，这是我配置完的黑苹果系统啊，这次做的非常完美。来给大家看看配置情况。首先，我模拟的是 Mac Pro， 贵嘛，然后我用的 CPU 3G 赫兹6核，英特尔酷睿 i5， 这是12490F， 这是个6核12线程全大核。显卡也认出来了啊 ，AMD Radeon RX 6600M 8G， 然后我这2条48G， 一共是96G， 然后它内存频率上不去，不能超频啊，所以只能跑到4800兆赫。然后现在装的是 macOS 最新版 14.3 23D56， 然后显示器我现在用的是个5K 的，然后用的是 C 口一线连，非常完美，60赫兹，然后可变刷新率。咱们来看看详细的系统报告。NVMe 我现在用的是光威 4TB， 都是非常正常的啊。PCIe 4.0x4， USB 3.2 都是没问题的。我这个特别牛的是，我把这个显卡的 Type-C 也做进去了，所以它如果插一个触控的显示器的话，是可以触控的。我一会儿再演示啊。然后这是2个 Realtek 8125的 2.5G 网卡，都是 OK 的。然后这个我是内建了，另外一条没有内建，回头也可以都给它内建一下。显卡 RX 6000M PCIe 16X 跑满的8G 内存没问题，然后 Metal 支持。蓝牙我现在用的是英特尔的卡AX 210还是200，蓝牙没问题，没有 USB 4和雷利，然后读卡器没有驱动啊，然后这是声卡 OK， HDMI 声卡一线连也是 OK 的。 WiFi我现在用的是英特尔的卡啊，所以这是英特尔的驱动，就是不能 AirDrop， 其他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CPU 的识别情况，6核12线程，然后处理器变频正常，12代 12490F OK 的啊。然后咱们再用英特尔官方程序来看一下，现在最大锐频跑到了 4.2， Cinebench 来跑一下负载啊 OK， 负载起来了。BIOS 里设定最大的 TDP 最高只能指到100瓦，然后现在是100%风扇全转速，最大锐频 4.6， 但是基本上因为功耗的问题，你看它上不去啊，所以锐频变频都没问题，就100瓦也是没问题的。现在内核最大温度84度。接下来再给大家看一下硬解支持情况啊。6600M 加这个非核显，其实还是支持的很好的。第一次扫一下咱们啊，型号都识别正常了。现在测的是 H264 全硬件加速没问题 ，HEVC 全硬件加速没问题。它是可以供电的，所以我一插，然后现在用的就是这块屏，这是个触摸屏啊。然后你看我开机啊，你看它自动会给它供电，这里头没有别的线啊，就一根线，看到没有？它是触摸的。好，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了。BIOS 已经把 TDP 打开到了100瓦 Max， 风扇转速80度就对应了100%的转速，这已经是性能发挥的极限了啊。然后这个风扇在狂转的时候，事实上它的这个散热孔啊，风是有点出不来的，它这个风有点憋住了。现在 CPU 封装功耗最大的到了105瓦，然后内核最高温度现在到了93度，然后CPU 的 Turbo 你也能看到最高到 4.6， 但是维持不住，因为它 Turbo 的时候功耗大概是130瓦封装吧，因为它只有100瓦，所以就把它给卡住了。咱们首先来看看 Cinebench R3 的多核测试得分，最终得分11807分。咱们来对比一下低配原装 M2 Max 的多核得分，我操！
看看 Geekbench 6的得分，单核2144，多核10198，我去吧，才勉强和8核的 M2 标准版掰腕子呀！不比了，不比了，咱们再看看 AMD 6600M 的显卡，咱这可是独显啊，肯定秒了你 M2 Max 的极显啊！ OpenCL 得分54350分，我去吧，才勉强超越 M2 Pro 的19核 GPU 啊 ！Metal 得分100672，这倒是超越了 M2 Pro， 但是也仅仅是 M1 Max 的水准呢，离 M2 Max 还差得远呢。我就说你是大眼种吧。哎，好在花了不到1万块钱啊，不是太心疼啊。看来 CPU 要超越 M2 Max 呀，可能得上13900T 低压处理器了。但是3000到4000块钱一块，这图啥呀？1万多块钱装一台黑苹果，我买个 Mac Studio 二手，它不香吗？可不咋地，不推荐买。滚！你还替我总结上了，说的倒是对，不过也没有完全翻车嘛。翻车吧，也不是全翻车了。你看我能玩原神，能玩3A 大作，你原版 Mac Studio 不行吧？